你知道上海一年要消耗多少咖啡豆吗？答案是2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我身后的是上海体育场。如果要把这2万吨咖啡豆平铺在地上，需要40个这样的足球场才能放得下。而在上海，平均每天能卖出125万杯咖啡。截至2024年，上海咖啡的门店数量已超过了12000家，是全球咖啡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35家咖啡馆。那要将上万吨的咖啡豆变成人们手中的一杯杯咖啡，这是一个涉及多个环节的工业化生产过程。本集了不起的工厂，我们来到了位于江苏昆山的星巴克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我们将在这里了解生豆筛选和清洁的标准，让咖啡豆呈现不同风味的烘焙技术，高自动化工厂的包装和运输流程，以及如何区分品鉴咖啡豆的品质。走进这座工厂前，我想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咖啡生豆是怎么来的。首先，咖啡树生长需要特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们最适合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种植。咖啡果实成熟期一般为6到8个月。去除果肉和果皮后，通过发酵和干燥来降低水分，并形成初步风味。随后，咖啡豆被脱壳，经过分级和筛选后，它们被存到一个巨大的仓库中。在这堵墙的后面就存着咖啡生豆。星巴克的生豆采购标准很严格，他们只选用最优质的5%阿拉比卡咖啡豆作为原料，并且在订货、发货和到货的3个环节都会进行生豆取样，通过感官杯测和物理检测来评估质量。原来进口的咖啡熟豆要经历海运、清关等流程，大概100天才能让顾客喝到。有了这座咖啡工厂之后，时间能够缩短到10天。咱们这个生豆存放到这个仓库之后，接下来要经过哪些步骤呢？在进行烘焙生产之前呢，先要进行一个生豆的清洁和筛选的过程。在我们这里呢，集成采用了4种行业最前沿的这个处理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剔除咖啡里面的这些杂质。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生豆清洁塔是吗？对的，对的。之所以说它这么高呢，就是一个垂直的4合1的清洁平台。那么最上面呢是这个振动筛，这是用重力进行驱除的。然后第2层呢是一个光学识别驱除，再往下第3级呢就是磁力驱除，最后一道呢是我们叫金属探测器，这是最后的关口。接下来就是烘焙环节了，它是形成咖啡独特风味的关键步骤。烘焙后的咖啡豆迅速冷却并去除表面的银皮，包装后以锁住香气。目前，这座烘焙工厂主要为星巴克中国7600多家核心门店提供制作意式浓缩咖啡的豆子，这也是星巴克所有咖啡豆中最核心的产品。在烘焙过程当中呢，因为它会产生一些颗粒包括一些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气体，这些尾气呢是对环境有害的。必须要经过处理，让它降低到国家法规允许的这个浓度之下，才可以排放。那么在我们这个工厂呢，是星巴克全球首次采用了一种叫蓄热式氧化炉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这是一种陶瓷蜂窝状的结构。那么在这个腔体里面呢，可以使这个温度达到800度以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些颗粒物还有这些气体，能够99%以上去裂解掉，变成无害的这个排放物。如何保证量这么大的情况下，它的口感能够统一呢？这家工厂呢，采用的是一种叫硫化床的烘焙方式，采用热风来对咖啡进行加热。高强度的热风呢，它可以让这个咖啡呢充分的悬浮，会让它收热更加均匀。所以说，这个热风方式呢，它不光是这个加热的这种介质，而且呢也是搅拌器。等于说，你们从各个的环节，包括采购，包括烘焙，都卡住了它的整个一致性。这其实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方式。那咖啡烘焙之后呢，其实是要尽快的把它包装密闭起来，锁住它的新鲜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包装成品呢，会进入到我们的物流中心，分配到我们不同地区的这个市级的配送中心，然后呢再分拨到不同的门店。
这里是整合物流中心，在烘焙工厂加工好的咖啡豆将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7600多家门店。每天凌晨3点开始收货，中午1点开始出货，44个码头，有货车等待装车运输，一直将持续到夜晚11点。有了这座物流中心，库存周转的时间能从原来的30天缩短到15天。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昆山去建立这样一个烘焙工厂？首先是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就是地理位置。我们的产品或者物料呢，从这里配送到我们周边华东区接近3000个门店呢，只需要3个小时。这个区域也是我们中国区咖啡门店数量最多，而且是密集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啊。所以说，选在这里，可以在这个物流的这种时效呀、成本上都有很大的优势。这里是星巴克中国首个以咖啡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中心，在这里你可以亲身观察、嗅闻和触摸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豆，了解咖啡从原产地到杯中咖啡的全过程。当然，还可以品尝到一杯这里独有的咖啡特调。CIP 特调，全中国只此一份。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生豆吧？啊，对的，有亲手感受过生豆的这个状态。我感受一下啊，感觉和大米差不多。那我们还可以拿出来一些，闻一下它的味道，有一点那种谷物味，然后如果很新鲜打开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淡淡的青草味。啊，这谷物味，对，我想起来，就是送到昆山这儿就已经是这样的豆子了。哎，对的，对的，它是去果肉，然后去壳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带烘焙的豆子的一个状态。从外观上来看的话，就是这种就是好的咖啡豆。这种是蛀虫了。像这个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瑕疵，就是我们叫1级瑕疵，就是它全黑了。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完全生豆的状态。像这个的话就是黄点1爆、2爆。那我们看到那么多咖啡豆，它之后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它会去到哪里？我们每一批咖啡烘焙过之后，都是会进行感官的测评的，那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杯测。OK，那我也去尝试一下，可以吗？好，我们一起体验一下。OK。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杯测呢？在生豆贸易当中的话，主要是对于生豆质量的一个鉴定。现在这个咖啡的话是已经浸泡了到它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一般的话会使用这个勺子从边缘进入到这个液体里面，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做的把这个上面的咖啡粉刮除。这个就有点像吃火锅的时候那种，就是把上面沫给飘掉。对。我们看到包尼老师就用了1勺2勺就把沫全部都刮掉了，但是我这个已经第3勺了，就还有很多沫。行，可以了是吧？非常好，非常好，就是作为第一次来讲的话，真的很完美了。谢谢。那现在这个我们就算是把上面的粉渣捞除完毕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喝。我们可以捞取1勺这个咖啡液，然后我们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先看一下我的示范啊，试一下。要有声音是吧？对。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喝啊？在大批量采购这些豆子，或者说有很多样品测的时候，可能一天就是测几百杯。然后，那我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去检验这些样品的话，我就用这种方式能够把这些风味放大。对，它其实在吸的时候是有点把这个咖啡液雾化的感觉送到你的口腔里面。那我们会有一个感官小组，这个小组里的伙伴他是在感官上经过特定的培训的。明白，就是可能一般人喝不出来，但是你们就一喝就喝出来了，更敏感一些。对。你们这个感官是怎么培养的这么灵敏的？就能够问一下吗？每天喝。每天喝。那你们像这样一天的话，要喝多少杯咖啡啊？就是研发团队的话，其实一天会喝600杯以上。
600杯咖啡。知道了，我现在开始每天买10杯咖啡，这样的可以培养我的敏感度。十杯不用，10杯不用，当然欢迎来到昆山，我们一起来这样喝咖啡。OK。真是百闻不如一试，咖啡杯测确实是一次非常神奇的体验。尽管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很多时候鼻子已经失去了作用，完全闻不出那些非常复杂的香气，但这个过程却让我对咖啡的风味有了更深的认识。通过品尝这些豆子，我可以更加明确自己的喜好，这对于以后呢，我如果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咖啡豆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呢，还处在一个上升阶段，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包括将来还要持续的去扩张呀，下沉呀。那么有了这样一家本土工厂，就可以大大的缩短呢门店供应产品的这个供应时间。那么另外呢，也会缩短我们响应外界市场需求变化的一个响应时间。整个昆山工厂的数字化还有自动化的一个程度体现在哪里？自动化呢，其实我们从咖啡生豆的这个投料开始，一旦那个咖啡豆呢脱离了咖啡的这个包装的麻袋，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输送呀，包括清洁、称重、配比，一直到烘焙、包装，是不经过人手的。这个超过1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工厂，其实只有40多个人就可以完成它的运作。这个工厂和园区呢，在设计之初，其实就把可持续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或者说一个设计的宗旨。整个园区耗电的25%左右是来自于太阳能，80%的这个清洁用水是来自于回收的雨水。所有这些呢，其实也是在向我们的顾客和外部呢传达星巴克对于可持续的一种追求。这家工厂的设计规划的目标呢，是要支持星巴克中国区未来20年到30年的一个业务发展。中国的这个饮品市场确实迭代速度非常快，有了这样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生产基地研发设施，那么我们可以更快地从事产品的研发，我们可以培养未来的这个咖啡烘焙人才，那么也可以去培养团队对于中国市场的洞察力，为将来的业务发展扩张做好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平均需要经过34双手的传递。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可能已经把喝咖啡提神当作日常。一颗看似小小的咖啡豆背后，其实是现代化工厂给消费行业的底气，是品质和效率的保障，也支撑起了当下我们快节奏的生活需求。那么，我们下期了不起的工厂再见。